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人生转瞬即逝，为了不留下遗憾，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很多人每天似乎缺乏充实感，看不到前进的道路，渴望活出真实的自我，过上无悔的人生。对于所有迷茫的人来说，也许可以尝试下禅的力量。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五十川幸岛先生所著的《活在当下的练习》。现在让我们愉快地一起来探讨这本书的内容吧。今天的内容如下：第一，找回生活的意义，进行活在当下的3个练习；第二，如何面对我们无法逃避的8种痛苦；第三，对于没有生活意义的人，应该如何找到生活的意义。现在让我们从第一点，找回生活的意义，进行活在当下的3个练习开始。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自信地说自己正活在当下呢？也许听到这个问题的99%的人都无法自信地说自己正活在当下。比如，每天被忙碌追赶，一天结束时感到无聊和焦虑，然后带着这种不安入睡。一年结束时，感觉这一年也匆匆而过。人生是不是应该如此？对于那些拥有这种困惑的人来说，他们无法说自己真正活在当下。就像本书的标题所说，我们需要练习活在当下。我们只能活在当下这一刻。但现代人常常被时间压迫，被数字束缚，被他人评判，似乎无法真正体验当下的生活。他们忙于日常琐事，却忽略了生命的有限性。现代许多人或许应该借助禅宗的教诲，现在正是强调活在当下的时刻。无论是沉湎于已逝的过去，还是焦虑未来的可能，都是徒劳的，因为过去无法改变，未来也无法凭借个人力量掌控。我们能掌控的只有现在。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做当下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不稳定、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我们的内心可能会经历剧烈的波动，或者沉浸其中。然而，如果我们学习禅，就能更平静地度过这些波折。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精神上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作为这种支持的一种选择，为何不试着倾听禅的教导呢？接下来，我想介绍3种基于禅的教诲的实践方法，让那些为真正活在当下的人能够活在当下。通过这些实践，你可以摆脱过去或未来的困扰，集中精力过好眼前的生活。具体来说，有以下3种实践方法：一、定期提醒自己终将会死去；二、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件事情；三、在这个呼吸的瞬间，用心感受活在当下的真实感觉。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种实践方法：定期提醒自己终将会死去。这可能听起来有些沉重，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害怕死亡的人往往回避这个话题。然而，正是通过直面死亡这个现实，我们才能更好地珍惜眼前的生活。作者是一名僧侣，职业让他每天与不同的人交流，并深刻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要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需要学会探索自我，了解内心，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外部的刺激和快乐。因此，首先了解自己是找到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第一步。透过审视内心，珍惜每一天，我们才能过上充实的生活。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着生命。不幸的是，每个人终将面对死亡。作为僧侣，作者每天参与葬礼，让他深刻感受到生命的重要性。有人活到100岁，也有40多岁因癌症或意外而去世的人，甚至有儿童的葬礼。我们无法保证明天还能活着。与眼前重要的人的相遇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再次见面也没有保证。考虑到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有限，可能会害怕想象不能再见面的可能性。但是每个人都会死去，这一现实是无法逃避的。通过意识到死亡，我们可以开始珍惜现在。我们应该勇往直前，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犹豫不决，担心他人目光，停滞不前只会浪费时间。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忘记了自己也会死去，忘记了生命有终点这个事实，好像人生会永远延续下去一样。
忘记了活在当下。这时候，让我们回想一下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吧。如果今天是人生最后一天，你会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吗？如果连续几天的答案都是不同，那就需要重新审视生活方式。这些话正是禅宗思想的体现。乔布斯学习了禅的思想，因此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这种生活方式。像乔布斯一样，每天审视生活方式，总会走上正确的道路。如果感觉自己的人生走错了方向，或者被忙碌所困而忘记了活在当下，那就要冷静下来，停下脚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是人生最后一天，自己会做什么？人生即将结束时，人们往往回顾自己的人生，但希望你能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你就能过上没有遗憾的人生。每个人都只能活在当下，因此，请问问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是否感到幸福？是否满意现在的生活方式？然后自信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吧。对于那些感受不到现在幸福的人来说，没有必要感到焦虑。从现在这一刻开始，让我们朝着前方迈出一步。当感觉自己并未真正活在当下，或者被忙碌所困而迷失自我时，为了重新回归当下，我们应该定期地提醒自己，总有一天我们会离世这一点，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道理。所以，定期提醒自己是关键。这样做的话，我们每天都会尽量没有遗憾地度过。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第二个活在当下的练习，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件事情。在现代，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过于忙碌的人，往往会分散注意力，心思可能会左右摇摆，总是无法专注。这时候，我们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力来完成一件事情，这样才能开辟自己的未来。面对眼前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全力以赴去处理。现在我们打开手机就可以获取各种信息，因此很容易无法集中精力。例如，当准备开始工作，打开电脑时，收到了社交网络的消息并想要回复，但接着又收到了喜欢的 YouTuber 发布了最新视频的通知，于是打开了 YouTube， 看到视频中的美味料理，开始感到饥饿并思考晚餐吃什么，于是开始搜索食谱。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原本计划的工作目标未能完成，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最初打算要做什么，这正是注意力分散的体现。如果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分散了，可以调整呼吸，问问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然后一旦决定做某件事情，就要屏蔽与之无关的信息，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对每个通知都一一回应，就无法专注于一件事情上。因此，如果你想认真工作或者专注做某事，就需要屏蔽这些多余的信息，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不仅适用于工作，现代社会充斥着能够分散你注意力的事物，如果不加以注意，很容易迷失当下。举例来说，即使在与人交谈时，也应该放下手机，专心于对话。在用餐时，不要一边翻弄手机一边吃东西，而是要仔细品味食物。只要在执行过程中意识到这些并付诸实践，逐渐就能够重新回到当下。如果不能专心致志于一件事情，就无法达到一个真实的目标。这一点必须要意识到。现在应该一件一件地应对眼前的事情，逐步解决眼前的任务，之后的事情可以之后再考虑。总之，我们要集中注意力，只关注眼前的一件事情。这需要进行练习，起初可能会觉得很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就能集中精力处理眼前的任务。因此，需要坚持不懈的练习。那么，这样的建议对你有何启发呢？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活在当下的练习是，在这个呼吸的瞬间，用心感受活在当下的真实感觉。对于正在倾听的人中，心情可能十分混乱，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没有时间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推荐的方法是通过专注于呼吸来恢复当下的感觉，就像在坐禅时一样。
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急躁状态而无法专注于当下的人，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尝试专注于呼吸。首先，保持正确的姿势，把手放在腹部，从腹部缓慢而深长地呼出气息，意识到呼吸对于感受此刻活着的重要性非常关键。有些人可能会说，现在没时间做这种呼吸法，或者我没有那种闲情逸致。然而，我特别想建议这样的人也尝试一下。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呼吸却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深呼吸不仅可以使情绪平静，还可以让我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小看呼吸的重要性，请务必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刻安排时间，让自己心平气和地进行意识呼吸练习。通过缓慢而深长的呼吸，你会发现自己能够看清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开始有余裕，可以更集中地关注现在的事情。起初，即使只有短短的10秒或者20秒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设定一个意识呼吸的时间。开始时可能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但随着练习的进行，你会逐渐能够更专注于呼吸，然后逐渐增加时间，比如每天增加到3分钟或者5分钟的意识呼吸时间。这样做会让你的心灵更加平静，精神状态也会更好，让你能更好地活在当下。如果可能的话，睡前集中5分钟呼吸是很好的，或者起床后先在床上集中5分钟呼吸再起床。制定自己的日常呼吸练习也是很好的选择。另外，当心情低落或者感到心烦意乱时，可以设定1分钟的呼吸集中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第2点，如何面对我们无法逃避的8种痛苦。首先要明确的是，人生并不会一帆风顺，很多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不如意而烦恼和苦恼。他们会想，如果生活是这样的，那就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种想法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没有烦恼和遗憾。但事实上，我们背负着无法逃避的4苦8苦的重担而生活，因此拥有生存的困难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佛教教导我们，生活本身就伴随着苦难。除此之外，还有老年的痛苦、疾病的痛苦、死亡的痛苦，即所谓的生老病死，没有人可以逃避。除了这4种苦难外，还有追求未能如愿的痛苦，怀有怨恨和憎恨的痛苦，与所爱之人分离的痛苦，无法控制心身和情绪的痛苦。这些加在一起成为4苦8苦。你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历过这些苦难，当然能够消除这些苦难是非常好的，但即使利用最新的科学和医学手段，也无法避免这些苦难。我相信有些人在面临困难和痛苦的情况下，感到很苦恼，但是作为活着的人，这些是无法逃避的。因此，首先要接受生活并非如意的事实，保持心态稳定，不要为各种现象而忧虑或沮丧，这很重要。如果你一直认为生活应该是如你所愿的，但现实与你的想象不符，你就会陷入苦难之中。相反，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生活通常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发展时，我们才会接受生活中存在苦难是正常的，然后尽量保持稳定的心态，不要被各种现象左右，这样就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通过一些方法可以实现内心的平静，比如意识到自己的呼吸，不受偏见或固定观念的束缚，以真实的态度看待事物。此外，使用正确的言辞，避免谎言和恶语，考虑他人感受，努力说出让他人感到愉悦的话语，也是很重要的。同时，还需要做出正确的行为，保持规律的生活和持续的正确努力。这些都是每个人从今天开始就能做到的普通事情。通过坚持这些行为，我们就能拥有内心的平静。只要意识到并融入生活中，就能逐渐接近内心的稳定。另外，要认识到过去和未来只是我们心灵幻想的产物，集中精力活在当下，对保持内心稳定至关重要。许多人过于关注过去和未来，回顾过去的遗憾，担忧未来的困难，这种心态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在禅的教导中有一句教诲，不要沉湎于妄想。
妄想是被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所困扰，这种心态是非常不利的。即使最初只是一点点想法，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最终无法控制。许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担心尚未发生、尚未成为现实的事情，这实际上是无端的担忧，可能是心理上的妄想。由于我们的大脑天生倾向于负面思考，一旦开始妄想，就会陷入负面循环。因此，为了避免负面妄想的困扰，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能做的事情上，全力投入其中，不要让过去的遗憾或未来的担忧耗尽精力，而是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我们拥有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将这能量用于过去的懊悔或未来的焦虑，那么可用于当下的能量就会减少。不要让能量分散，要集中在眼前。很多人或许认为只要努力就能解决问题，可以自己掌控很多事情，但实际上我们无法掌控很多事情。不要困扰于那些无法解决的事情，而是冷静地处理眼前能做的事情，逐步解决问题并找到答案。除了专注于当下，为了保持内心的稳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思维，那就是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相比，比较只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总是倾向于和他人比较，然而和他人比较只会让你陷入消极情绪中，毫无意义。与其和他人比较，不如努力活出真实的自我。特别是在当前社交媒体普及的时代，和他人比较的趋势更加明显。只要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生活状况就一目了然，这种信息会自动推送给你。你会看到 A 在销售工作中取得了顶尖成绩，受到上司的赞赏 ；B 创业成功并拥有财富，过着优雅的生活 ；C 外表美丽，参加名流派对，生活看起来非常幸福等等。这些信息会不自觉地传达给你，然而我们无需对此产生兴趣，但社交媒体会不自觉地将这些信息推送给我们，容易和他人比较，产生负面情绪，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容易迷失自我，但关注内在真实的自我才是最重要的。周围的人无法替代你走完自己的人生，决定你未来的只有你自己。无论多么渴望，你也无法成为别人，因为你的一生只能做你自己。过度比较自己和他人会让你陷入自我逼迫，困扰自己。努力是好事，但不要过度追求，以至于精神崩溃。此外，社交媒体或网络上流传的华丽生活或成功者的形象，只是展示生活中最耀眼的部分而已，并非真实，只是被编辑过的最美好时刻。社交媒体中所展示的成功者，也可能每天承受着痛苦或经济困扰，沉溺于表面的光鲜而难以自拔。这种与现实不符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不应因为与虚假形象相比而感到不幸福。不要陷入与他人比较的状态，因为那不是真实的，只是被包装后的形象。摆脱对他人评价的依赖至关重要，因为真正决定你价值的只有你自己。如果能摆脱与他人比较的习惯，你将更加真实地活出自我，过得更加幸福。同时，要牢记自己的价值不能由他人评价来决定。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总是被评价着，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被成绩评价，工作后也会根据业绩或销售成绩来评价。在这种评价环境中生活久了，很容易让人过度依赖他人评价自己的价值。但是真正决定自己价值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你需要成为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获得救赎。养成常常夸奖和认可自己的习惯，你将能更加平和地生活。有人可能会说，我身上没有任何优点，我无法夸奖自己，但这是不正确的。也许你只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闪耀之处。如果你无法自我认可，也无法发现自己的优点，那么可以向周围的人询问你的长处，询问他人你擅长的领域，你曾因哪些行为
而得到肯定，或者收到过哪些肯定的言辞，然后尝试扩展这些长处，同时养成夸奖和认可自己的习惯。记住，决定你价值的是自己，不是别人。接下来我将解释第3点，对于没有生活意义的人，应该如何找到生活的意义。在当前的社会中，拥有人生中生活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拥有生活意义的人脑部老化程度较低。同样的，拥有生活意义不仅可以保持年轻活力，甚至可以降低死亡率。因此，为了健康长寿，拥有生活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热爱的爱好还是投入的工作，都可以成为生活意义的源泉。专注于能够引导自己生活方向的目标，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我知道有很多人认为生活没有意义，因为找到生活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如果你现在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或者感觉将来没有想做的事情，那么首先尝试为他人做些事情，从那里开始，也许你会找到生活的意义。从世界上受欢迎的热门产品中可以看出，许多都是解决人们问题或提供服务的产品。同样的，考虑如何利用你拥有的技能来帮助他人，利用你的经验和知识为他人提供帮助。当你解决了别人的困难并收到感谢时，你会感到非常愉悦和幸福。事实上，通过得到他人的感谢，我们不仅变得更幸福，而且在健康方面也会受益。因此，如果你感到生活毫无意义，那么试着让为他人解决问题、为他人生活而努力成为你的生活意义。成功的创业家经常解释他们创建公司或服务的原因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了解决人们的痛苦。这些都是极好的例子，说明通过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来找到生活意义是可能的。如果你想改变生活，寻找满足感和充实感，请务必寻找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带给很多人喜悦，不仅会让你自己变得幸福，也会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轻松。在为他人奉献时，放下对回报的期待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放下对回报的期待，你的内心将会更加宽慰，因为追求回报的心态很容易被他人察觉。同时，你为别人所做的也会更加持久地被记住。放下执念，心境将更加轻松愉悦。对方的感受应该在你给予之后会有回馈。如果你过度期待回报，却未得到预期的回馈，会给自己带来痛苦，最终可能会因此责备对方，认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但对方却没有回报。我们需要暂时放下期望有回报的执念。过度期待他人会被对方察觉到。当别人给予你东西时，你会因为对方为你精心挑选而感到高兴，但如果感到对方期待回报，你可能会感到压力。换句话说，当你帮助别人时，要避免让对方感到你是在强迫他们为你做回报。然而，完全不期待回报是很难的，但保持尽量不期待回报的心态很重要。你为别人做好事，总会有人看到，虽然不一定会立即体现，但总会有回报的。要想健康长寿，就要找到生活意义。如果你现在找不到生活意义，可以试着以帮助他人为生活意。当我们帮助别人并受到感谢时，会感到最幸福。当你帮助别人时，放下对回报的期待是很重要的，这样心态会更加轻松。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